刚穿越异界就被继母卖到魔门，成为魔门弟子。本想安心修炼，慢慢变强，好在修真界生存下去，却没想到被宗门一位满脑黄油的女魔头百般压榨。修为低下的我只能忍辱偷生。然而，当我成为首席弟子面见掌教时，却发现掌教竟是当初的女魔头。真是无妄之灾！昨晚刚打理完药园，准备修炼，却突然天降一位面色潮红、气血混乱的女子，只是神志颇有不清，应该是中毒或者修炼走火入魔。本来无心帮忙，可对方修为深不可测，硬生生将自己控制带到屋内，施以暴行。前辈，或许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。你是天阴宗的弟子？是的。吃下他。这是什么？这女子出现的不太正常，最近要警惕一些，希望不是天阴宗的人。还要抽空去一趟藏书阁，看看那女子给我喂了什么药。掌教，您出关了。白芷，近些年已经没人记得天阴宗了吗？请掌教明示。闭关60载，一切本应该顺利进行，可关键时刻却被偷袭了。并非魔教中人，所修功法是天青山的三清诀，其手段卑劣不堪。尤其是那个女子在身体里暗藏其他毒素，被击杀后，毒素会入侵周边一切，防不胜防。毒素入侵，外加走火入魔，最近那些名门宗派有异动，并没有。天青山是离我们最近的名门正派，可他们最近忙着论道大会，没有余力做其他事，更别说掌教当年就与他们交过手，以他们的实力，绝不敢肆意妄动。是吗？我出关之事暂且保密，以继续执掌天阴宗，然后排查下宗门弟子，看看有多少其他宗门奸细。对了，收拾一下宗门资料，把近些年的安排标注出来，我要看看你这些年做了什么。是，掌教。江浩一路来到灵药园门口，要进去收一些面板气泡，用来提升实力。灵药园周边有阵法覆盖，入口有2位外门弟子看守，是2位炼气5层弟子，20岁前能炼气8层，就能进入内门。他便是这样，筑基之后才能坐稳内门弟子身份。如若40岁都无法筑基，还顶着内门弟子身份，那最好接任务外出，否则会被同门鄙夷，师门排斥，修炼资源更会被抢，再无出头之日。前些年他见过一次，那时自己刚刚入内门，领资源时，见一位40岁的炼气9层被讥讽掠夺资源，出于幼稚的好心，无人时送了颗丹药给对方，惊得对方怀疑人生，后来再也没有见到那个人。听说领了任务去了外面，十有八九死在了外面。蒋师兄，江浩穿越到这个世界已经19年了，幼时便被继母卖到魔门，他只能小心翼翼，生怕稍有不慎便招惹杀身之祸。好在江浩穿越时带了外挂，可以吸收天地万物的灵气泡，气泡分为白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紫色，不同颜色则代表东西好坏。白色最普通，是一些可以直接吸收的力量、耐力等；绿色是一些普通丹药法宝；蓝色是一些气血与修为；紫色则是神通，需要一个隐匿修为的功法或者神通。无法隐匿修为，不敢晋升太快，容易被盯上。咦，这不是天阴宗12主脉之一天欢阁弟子云若仙子？天生媚态，外加功法缘故，总会让人有别样心理。每次遇到天欢阁的人都让人头疼，为什么今天一点怪异感觉都没有？怎么我的媚术不起作用了？刚刚师姐身上散发着妩媚，若非自己今天情况不对，难说能否保持这般清醒。见过云若师姐。听说师弟快筑基了，20岁筑基当真了得。一丝侥幸，师姐这次过来也是为了灵药吗？确实是这样，不过主要还是过来恭喜师弟，想来这1、2年就能晋升筑基。师姐言重了，我这就找人配好灵药。多谢师弟，那今天就不打扰师弟了。师姐客气了，以后最好也别打扰。师弟，若是给你个加入名门仙宗的机会，你会不会抓住？小把师弟吓的，这是一些所谓仙门弟子的手段，他们时常这样利用我们魔道弟子，根本不会真的给机会。师弟要小心，不要上当受骗，要弄清楚哦。什么意思？是弄清楚了就可以加入，还是说他是其他宗门卧底？不行，得先出击。刚穿越异界就被继母卖到魔门，成为魔门弟子。本想安心修炼，慢慢变强，好在修真界生存下去，却没想到被宗门一位满脑黄油的女魔头百般压榨。修为低下的我只能忍辱偷生。然而，当我成为首席弟子面见掌教时，却发现掌教竟是当初的女魔头。今天云若师姐的出现让我有种莫名危机感，得赶紧提升修为。入门时测试过天赋，中上水平，正常修炼30-40岁有望进入筑基。现在20岁早了不少，应该有一定瓶颈，两者一起会更好突破。筑基了，一切都还算顺利，这样便安全了许多。每日一剑可以修炼了，不过没奖励吗？本以为筑基之后会给个功法，算了，去灵药园前先把每日一剑学习下，功法的事等之后再想办法。原来是鉴定资料，找个时间学习下建筑，然后改造下木屋。江浩一路走进阁楼，吸收着周边气泡，
每天这时候都是最愉快。休息一会后，他才开始帮忙打理。打理药园的大多是普通人，以往这些普通人最怕的就是看守药园的内门弟子，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惹来杀身之祸。自从换成江浩后，再没有那般危险。也是这样，其他人才会觉得江浩为人较为正派，这在魔门不是什么好名声。可他又不会真去随意杀害普通人，所幸没有带来更坏的影响。云若师姐是天欢阁的人，天生媚态，乃宗门尤物。可这1个月，不管对方如何靠近自己都一点反应没有。虽然自己一心向道，不想被儿女之情左右，可不想归不下，而非不能。这种情况是遇到那个女子后发生的，唯一可能就是当时吃下的东西有问题。看来只有去藏书阁找线索了。在藏书阁待了2天，还是没能找到线索。咦，紫色气泡，再来一个神通碎片，就能获得全新的神通。最近好像在统计弟子名单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找叛徒？难道是云若师姐？所幸我这里没什么东西，否则定有叛徒铤而走险过来。师弟，好家伙，只因江浩在魔门要做个好人，就被修仙宗门卧底注意，还对其施展媚术。云若师姐来找我是为了灵药吗？能进去说吗？师姐请。我观察师弟多年，能确定师弟为人正派，有些心里话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跟你说。师弟，你想加入仙门吗？师姐，这可是天音宗，这些话可不能乱说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师弟你是个好人，你应该去仙门，比如拥有万年传承的落霞仙宗。是，师姐，你难道是？不错，我是落霞仙宗真传弟子，这次前来是有任务在身。现在我任务已经完成，可关键时刻被发现了。只要师弟愿意帮我逃出去，我愿意引荐你进落霞宗，并成为你的双修道侣。云若师姐是天欢阁的红人，天生媚骨，听说早已被阁主内定为双修道侣，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小角色？试试昨晚解锁的天地一剑能否对人起作用？真是歹毒，自己不像魔门弟子，反而要死。幸好及时解锁了神通，不然这次真的栽了。既然你不仁，那就别怪我。师姐，我愿意。那个你说的双修是不是真的？那当然了，我的小师弟。区一个筑基初期，果然抵挡不了我的媚术。该说不说，云若师姐好香啊！你居然没有中媚术？师姐这样惊艳的容貌，谁看了都得沉迷其中。可惜美色对我没用，因为我已经不行了。你不行关我什么事？你不能杀我，天欢阁阁主极为看重我，尝我的身子，还有无数师兄迷恋我。你杀了我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可恶，刀上有毒，这人也太卑鄙了。望着已经死透的师姐，确定对方不会诈尸，也没有后手后，他才迈不出去。在魔门，不管是何种理，诛杀同门都是大事，想瞒着是不行的，还是主动汇报的好。你杀的？是弟子杀的。什么时候筑基的？上个月。这件事你不用管了，后续有其他问题，执法堂的人应该会找你，你记得配合一下。天欢阁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，至于落霞宗，我不出去就好。10年100年，他们应该会忘记云若师姐这个人，哪怕忘不了，我也变强了。当时年少掷春光，花马踏蹄久见仙缘。爱恨情仇随浪来，夏蝉歌行夜未央。光阴长河种红莲，韶光重回泪已干。可沧桑风无信，万别且难，你不降。是福是祸也不好说清，若没这天绝蛊毒，前不久恐怕就要中了云若师姐的媚术了。魔门会媚术的人不少，或许在自己心智成长起来前，这算一件好事。见过诸位师兄，我们是执法堂的人，为了7天前的事前来，有几个问题想询问你一下，顺便告诉你一些后续情况。师兄请说。云若师妹是你杀的？是的。为什么要动手？他背叛宗门，企图拉我一起背叛，我有心拒绝控制他，最后失手将他杀死。他是天欢阁的人，轮不到断情牙管。这次你违反宗门规定，残杀天欢阁弟子，念在事出有因剥夺5年修炼资源，并在3个月内向天欢阁缴纳1000灵石当做赔偿，外加云若乃宗门叛徒，他最后接触的人是你。为了防止士气居保帅，你这段时间不能外出，需要配合我们调查。如果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外出，当做叛宗处理。调查结束我们会通知你。自己无功反而有过，居然还要赔偿天欢阁1000灵石，我1个月也就领10块灵石，哪来的1000灵石？魔门不愧是魔门吗？毫无道理可言。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。真是红颜祸水，现在不仅要提升修为，还要想办法赚取灵石。目前修为想反抗根本不可能。掌教，何事？整理出了一些可疑弟子名单，以及一些叛徒名单，想让掌教定夺。
并没有什么出众的人，有些人是查不出来的。没有足够的诱惑，他们只会一直潜伏。断情崖江浩是什么来历？他来历其实极为干净，自幼被卖到宗门，天赋中上，只是最近刚刚好与天欢阁的叛徒扯上关系，外加他晋升有些奇怪。天赋中上的他，几年前外出一趟修为突飞猛进，说是吃了一颗奇怪的果子，获得了奇遇。前段时间更直接突破筑基。他平常时的举止行为呢？不与人为敌，性格温和，甚至从不对普通人恶言相向，看起来跟宗门有些格格不入。虽然没有证据，但嫌疑很大。那就试试他，顺便借他试试还藏在暗中的人。这是。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，已去交给断情崖下那个人，让他细心栽种，不用多久，藏在暗中的人都将浮出水面。属下这就去办。天香道花据说是掌教强大的原因，用这种东西试探一个内门弟子，是因为这个人的问题，还是因为叛徒中有不得了的存在？刚穿越异界，不仅被继母卖到魔门，成为魔门弟子，还被单身千年的女魔头强行施暴，修为低下的我只能忍辱偷生。今天收获不错，可惜不能捡灵石。现在我只有168块灵石，贩卖一点灵剑跟丹药，勉强算凑个200，还差800，看来得去领点宗门任务。哟，江师弟，好久不见你来这里，少见你从灵药园出来。齐师兄，咦，你筑基了，这么快？侥幸筑基，没有隐匿功法的麻烦，一下就被看出了修为，得想办法去弄一个。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赚够1000灵石。师兄师姐，跟你们介绍一下。这是我还在外门时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师弟江浩，如此年纪便已是筑基期，值得交往。同一个地方出现2位优秀弟子，真是罕见。我叫许峰，边上的是我师妹梁月。师弟是哪一脉的人？断情崖。断情崖，师弟可知道杀害天欢阁云落的是哪一位？正是在下。哎，自己明明是被宗门除害，怎么搞的是宗门罪人，人人避之不及。齐师弟跟江师弟熟悉，可知道他天赋如何？好像是中上。中上？他多大？19岁左右吧，比我小2岁。中上资质，19岁，他怎么筑基的？因为他有过奇遇，所以修为暴涨过。筑基应该也跟那场奇遇有关。师兄师姐觉得有什么不对吗？原来是靠奇遇上来的，切，谁还不是个筑基？师弟以后还是不要跟他靠太近的好，靠奇遇晋升的，后续的路不好走，没有多大价值。更何况他得罪了天欢阁，所以师弟别跟他走得太近，会让师父为难。哎，高报酬的不是要外出，就是要求极高。以我现在的实力以及限制，只能做点小事。不过炼丹、锻造、制服是真的赚钱。炼丹跟锻造入门太难，只剩下制服入门简单，方法随处可买，可以买点材料回去试试制服。有了决断，江浩打算接个简单的任务，赚点灵石。最后他接下了照看灵庙净阳花，7天20块灵石。这任务来自白月湖，那里天才云集，是护教长老管辖地。净阳花据说是圣药，照看它不知道有没有紫色气泡。终于到了，师姐，我是来领取照看净阳花任务的。照看净阳花，你有这方面的经验？在下断情崖内门弟子江浩，一直在断情崖灵药园做事，有几年经验。那跟我走吧。我提醒你一下，净阳花开花在即，所以才需要照看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，你要是没做好，是需要受罚的。多谢师姐提醒，我明白。我叫周婵，你既然接了这个任务，后续几天都要来，到时候找我就好，我带你进来。这表情跟欠了他几百万灵石似的。葫芦里是岩浆，你要做的事就是5日之后每半个时辰浇一次岩浆在白霜边缘，1天6次。今天天色不早，明天你过来开始照看。是。虽然少，但长得很快，或许不用多久就能晋升筑基中期。只是1000灵石压着挺麻烦的，只能看看能不能从制服中赚取灵石。一共31张，除去成本可以赚3块灵石。只要天欢阁这3个月不做点什么，自己应该能在期限内上缴1000灵石。现在该去照看净阳花了。好了，这里就是种植净阳花的地方，你先照看，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来找我。本以为浇上去会发生什么，没想到跟浇水一样，没入土中缓解冰霜。如此看来，这里的土也不简单。收获上比以往多了很多，尤其是修为跟血气，每天都在增加。要是一直照看净阳花，不用3个月就能开始晋升筑基中期，只是得想个办法隐匿修为。江师弟，每天都是同一时间来呀？不敢怠慢。今天谦虚长老心情有些不好，你最好小心一些，明天就是最后一天，可别出什么岔子。多谢师姐提醒。居然是紫色，在灵药园这么久，从未见过中途能冒出紫色气泡，只有一开始跟最后才会冒出更好的气泡。开始和最后。果然如此，净阳花一旦成熟就要摘取，不然会凋零重新生长。还是赶紧向谦虚长老汇报吧。终于又将迎来一个神通。晚辈江浩有要事禀报。
何事？今日晚辈前来照看静阳花，发现有些不对劲，好像是成熟迹象，所以你倒是有点能力。只是猜测一二，依靠的还是谦虚长老。你的能力毋庸置疑，走吧，我带你去见见此花主人，记得机灵点，或许能有一些收获。这里灵气好浓郁，如果修炼必定事半功倍。哎，断情崖与这里相差太多。晚辈江浩拜见长老。看来你有些本事，刚好我这里还有一件事需要交给你，办好了自然有你的好处，如果没办好，你应该知道会面临什么。是，自己2次都是立功，却偏偏都被威胁，这魔门一点道理不讲。这个种子啊，没说注意事项，这有些不太寻常，还是明天鉴定一下吧。现在先把神通领了。气血与修为都涨了不少，距离100也更近了。最重要的是神通满了，可以获取空明静心，先试试看。感知能力变得更强了，领悟能力也大大加强了，这种感觉真是让人舒适。再来试试制作符箓的效果，这神通来的真是及时，再多制作几张符箓。好事是好事，就是有些伤神。天香道花之前在鉴定中遇见，正是云若师姐来天阴宗的目的。也就是说，其他叛徒卧底可能也是为了这个而来。现在天香道花在我手中，是不是所有人都要盯上我？白纸长老给了个炸弹，魔门真不是人待的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实在不行，还有替死逃离的机会。现在首要的还是去卖符箓还债。你这些灵符我全要了，你还有多少烈火符箓？师姐要多少？3天50张以内，你有多少我收多少，这是定金。我尽量。这半个月存款也达到了300大关，差不多完成了1/3，后续不出意外就能凑齐1000灵石。现在继续炼制符箓。哎，到了异世界还是个牛马。难道是天香道花发芽了？所幸影响没有超出院子，不然要了亲命。多少叛徒盯着这花？咦，紫金色的气泡。看着突如其来的收获，江浩极为诧异，这是第一次见到没有明确名称的气泡。他左右看了看，就在外面观察了片刻，确定没有人察觉到这里后，才回到家中。居然可以直接获取，确实有些不一般。紫金是自己见过最高级的颜色，希望能有个好东西。片刻之后，江浩便感觉一篇玄奥的文章刻印在他的脑海里。江浩坐在原地打悟许久，最后才大致明白一二。这是一篇修炼功法，修炼之后将诞生鸿蒙紫气，遮蔽内息。也就是说，我既有了厉害功法，又有了隐藏之法。这个老六有多惨？身在魔门，为了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境界，努力修炼隐匿功法，却没想到被女魔头一眼看穿。一晚上的修炼时间，江浩成功转修鸿蒙心经，强劲的力量让他欣喜，紫气的作用让他迫不及待的想攒够100修为，然后继续晋升。来到院子，江浩发现院子天香道花发出淡淡清香，更让江浩欣喜的是，天香道花边有2个蓝色气泡。自从没有了静阳花，他收集修为的速度本就慢了下来，现在有天香道花补充，那就能很快攒够100。只是后续要怎么样，他也不是很清楚，犹豫了下，再次发动神通，鉴定出现了一定变化，不过还是1天1碗水。今天该去摆摊了，还有1000灵石的巨额债务。哎，魔门真不是人待的。这个卧底怎么会再来我这？该不会为了天香道花来吧？江师弟，有些事需要跟你明说。师兄请说。进去说。看来师弟很喜欢栽种一些灵药，师弟可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让你赔偿1000灵石？得罪了天欢阁一个内门弟子，师弟觉得为什么会让天欢阁这般重视？因为天欢阁的前辈觉得云若师姐讨喜。对，但也不对。因为天欢阁阁主修炼的功法，在一定时期需要一个天生媚体的人作为炉鼎，助他破开瓶颈。恰巧云若正合适，当时我们查到云若是叛徒，第一时间便是与天欢阁沟通。本来我们是想活捉，可阴差阳错被你杀了。你说天欢阁的那位是什么心情？云若师姐居然还有这种作用，要是早知道，还是杀了没后顾之忧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要你1000灵石，并非是我们针对你，恰恰相反，这是在帮你约束天欢阁那位。只要你正常赔偿，他短期内无法对你做什么，而不让你外出。除了你有嫌疑，还因为云若的宗门有一些人迷恋他，现在他死了，你已经被落霞宗的一些人盯上了。仔细说来，师弟的处境堪忧。自己有功于宗门，没有奖励就算了，居然还要赔偿，这样了居然还说为自己好，多谢师兄告知。那师弟小心些，要是有其他叛徒的消息，可以通知我。他是没认出来天香道花，还是在等待机会？算了，先不多想了，还债要紧。自从柳师兄那天来了以后，灵药园似乎多了一些生面孔，特别是一位来自烟云峰的师姐，打着闻讯灵药问题的幌子，经常光顾。哎，真是头疼，
这天香稻花简直就是定时炸弹，这么重要的东西让我种植，比钓鱼也找个修为高点，找我这个筑基小虾米。还有这些卧底动不动就是金丹，不是真传就是圣女，放在自家宗门培养不好吗？非得派出来玩命。不过听他们说天阴宗之所以崛起，就是因为此花，这不是代掌门的东西吗？看来得抽空去翻翻宗门典籍。926，快了，再过几天就能凑齐1000灵石。本想制作更高级的符，但是成功率太低，只能偶尔制作。不过后续可以继续制作，多攒点灵石不会错。毕竟卧底不少，哪怕杀一个赔一次，也不用太担心。血气跟修为都满了，是时候晋升了。有了鸿蒙子气遮蔽修为，不用担心晋升太快。成了，变强的感觉真让人踏实。天色不早，该去给天香稻花浇水了。竟然是他！如此看来，蛊毒的另一半就在对方身上，不然平静许久的内心怎么会泛起涟漪？好家伙，这个狗在魔门的老六又要开始杀人了。看来你好像有些想不起我。不敢，前辈大驾，晚辈惶恐。筑基中期，看来你晋升的很顺利。有鸿蒙子气作为掩护，对方怎么察觉到的？你很疑惑，修为可以隐藏，但身体却很诚实，力量运转的速度、吐纳的强度、精神的延伸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是在我眼皮子底下晋升的。我像个瞎子吗？隐藏修为原来需要这么麻烦，看来自己这期间需要研究一下。前辈此次前来是有何吩咐吗？你种的？是的。你怎么种的？每天浇一碗水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这植物挺香的，等它长大了，我要带走。你有意见吗？前辈这……哼，暂时没有，没有意见。这得多强？这花是我的了，以后你小心养着。前辈要什么时候带走？等它开花结果。人长得挺好看的，可惜是个强盗。该不会白纸长老钓鱼钓的是眼前这个女人吧？我也不让你白帮忙，这是阵法图，你不需要什么造诣，按上面的布置就行，能帮你隔绝灵气消散，有那朵花再能帮你提升不少灵气，对你修为有益。最近刚想学习阵法，这就送上门了，该不该要呢？试试神通鉴定下他的目的。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，多谢前辈。虽然没鉴定出东西，但庆幸的是没被发现，以后用这个神通也不用太过担心。不过为什么没鉴定东西出来？是对方修为太强，还是其他？你好像很想隐藏修为。晚辈只是不想太引人瞩目，院子的花不一般，容易带来祸端。那么这个给你，如果花没养好，你知道后果的吧？晚辈明白。前辈还有什么吩咐？关于我的事，晚辈绝不会将前辈的事告知任何一人，哪怕身死。你最好记住你说的话，我会时常过来检查花的成长，如果花出了意外，你要承受我的怒火。他留了什么？这书算得上顶级功法，简直是宝物。里面记载着如何控制气息吐纳、精神延伸、力量掌握，只要学会，自己就能完美隐藏修为。看来这个女人是铁了心要天香稻花。还有，那女人的强大好像远超白纸长老，又或许白纸长老并未彰显威势。自己目前实力来看，两方都惹不起。拿到无名秘籍后的半个月，江浩终于大致掌握了隐藏之法。现在的他，不管从哪个方面看，都是普通的筑基初期。后续再继续提升，只要看不透鸿蒙子气，就没人知道自己隐藏了多少修为。终于可以做个老六了。现在自己彻底隐藏了修为，已经无需担心什么，只是能否骗过那个女人，还得等晋升之后再试试。赔偿权限也快到了，得去赚取灵石。这不是祁阳师兄吗？去打个招呼吧。哎，是自己傻了。被天欢阁的人盯上了，上去打招呼容易拖累对方。祁阳师兄的做法能够理解。江浩不再多想后，找了个摊位开始售卖符箓，大多都是那3种灵符：烈火符、凝神符、神剑符。等赔偿完，我要开始制作万剑符，威力大也值钱。没有1000灵石压着，也不用太担心成本。师弟又见到你了，我可一直忍着没购买灵符，特地等你。师姐还要烈火符？不要了，有万剑符吗？没有，那个太难了。那就神剑符吧，有多少我都要。5张，一共25灵石，收师姐22个。上道，你这质量好，也好说话。听说师弟惹了天欢阁，师弟可要小心了。天欢阁的人心欲过重，很多事都干得出来。没事，你别出宗门，不然很危险。我可不想没地方买这么好的灵符。多谢师姐提醒。江浩，江师弟，最近经常听一些师兄师姐提及，就是你杀了云若师妹。是天欢阁的人，碰巧还是故意来找茬。这位师兄想说什么？不说什么，只是来买点东西。这些符怎么卖？凝神符1张5块灵石，烈火符3块灵石。我都要了，一共多少？都要。看来今天不会那么顺利了。师兄，这些就给我40灵石就好。40灵石？
师弟还真是优惠。真是不巧，师兄我今天没带这么多零食。这样吧，明天我带零食过来找你，怎样？你要实在不放心，就跟着我去天欢阁，到了住处我就能给你。师弟觉得如何？要不跟我一起去天欢阁？我上早吧。去天欢阁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还是不麻烦师兄了。好，明天可一定要在这里等我，不然没给你零食，你该说我以大欺小了。当然不会。今天收获颇丰，刚好遇到了一位惹到师傅的人，敲打了他一顿。师兄运气真好，我以后也想变得像师兄这么强。什么人？你为什么？我来收钱。还60，一个筑基中期居然可以这么穷，算了，也赚了。接下来就看柳星辰是什么态度了。自己身为内门弟子，没证据的事顶多赔偿，只要柳星辰偏袒一下，就不会有任何事，这样也能确定他是不是盯上自己了。果然来了，师弟又见面，进去谈。这次进来居然没观察天香道花，估计是已经确定不需要再多看，防止被发现。知道我这次找你什么事吗？还是因为天欢阁的事？是，但也不是。师弟可认识天欢阁了钱？认识，昨天买了我的符，说今天给零食，果然是这件事。今天师弟打算去要吗？他是故意的，不可能给我零食，我再去，他还是会拿我的符，继续让我打，不然就说让我去天欢阁。他死了，他们认为是我干的。排查之后，我去了集市，确实听说他跟你有过节，但是以你的实力，不可能是他的对手，尤其是那个人留下不少东西，按理说师弟没这么奢侈。他留下了什么？一堆零件，不过手法有些像师弟，也是一击刺进脖子。有人嫁祸我？不好说，不过没证据，天欢阁不能拿你怎样。当然，这也说明另一件事，没证据情况下，师弟死了也就白死了。我可以杀人，那么别人也可杀我，要不还是跑路吧。不用太担心，我们虽然被称作魔门，但管理并不松散。残杀同门是不被允许的，除非能像昨晚那位那样，让人无法察觉到什么。按理说不应该。宗门凶杀中，执法堂至今还没有查不到的凶手。还好有鸿蒙紫气遮蔽，听说残杀同门惩罚很严重，要进无法无天塔。无法无天塔就是宗门最残酷的刑罚，进去之后修为会被塔吸收，进去的人能活着出来，至少要下跌一个大境界。那要是炼气呢？炼气进去出来也是炼气，那不是没事。没收一切，丢到矿场挖矿，生死都是他的人事。目前看来，在宗门还是安全一些，出去真的是必死。师弟只要小心一些，在宗门内不会有太大生命危险。多谢师兄，师弟客气了。若非云若的死影响较大，也不至于让师弟身处危险中。说起来，期限要到了，天欢阁要的赔偿应该没有问题。那好，到时候师弟信得过我，可以直接来执法堂找我，我帮你转交给天欢阁。如果有人对我动手了，查出来是罕见的天才，惩罚还会依旧吗？那要看师弟是否身死，如果身死，就要说起我们掌教。据说以前就发生过这类事，掌教是这样回答的：杀。这掌教真是狂妄。说说最近的收获吧。天香道花已经生根发芽，期间断情崖江浩并未有任何异常行为，如往常一样。倒是有一些人开始靠近他，但都有正常理由，也没人盯上天香道花，那就是没收获了。属下万事不利，不要盯着一个地方看，看看其他地方，再看看外面。有时候影响最大的是离得最远的。掌教的意思是他们在等里应外合，或者说在等支援。那这个江浩还是有嫌疑，那就是你的事了。不过有功就得赏。去吧。白纸长老说，这是有人见他天香道花种得好，亲自给他奖励，会不会是那位从未出现的掌教？那么花要是被那女人带走，我等于得罪了掌教。哎，这都叫什么事？7天后，江浩积攒了1000灵石，未免夜长梦多。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柳星辰。对了，提醒一下师弟，内门弟子任务分配即将开始，这次可能会有师弟，最好小心一些。师兄可知任务要何时分配下来？多则3个月，少则2个月。听说断情崖最近收了一位天资卓越的弟子，师弟知道吗？并不知晓，2、3个月够提升到筑基后期了。至于断情崖收了天资卓越的弟子，无所谓，反正没什么交集，只要正常做事就好。师兄知道这次领队大致是什么修为吗？应该是筑基后期，但要做好出意外的准备，有意外就是筑基圆满。先看看能提升到什么地步，如果能找到适合的灵药，或许有机会进入圆满。弟子见过师傅。你来的刚好，带你师弟熟悉一下灵药园。是。我姓江，全名江浩，暂时在灵药园帮忙。回江师兄，我叫韩明，希望师兄多多指导。
这位就是柳星辰口中的天才弟子吗？自从见识过云若师姐后，这些出众的人总感觉都是卧底，安全起见，还是用神通鉴定一下。真传弟子身份比我高，索性不是卧底。我带你逛逛吧，不过这里不用常来，我来打理就好。你还是专心修炼的好。身为真传弟子，来这里纯属浪费时间。师傅带他过来，估计是让他认识一下这里。多谢师兄，师兄一直在这里帮忙打理吗？不会浪费时间吗？我感觉把时间放在这里，对修为没有任何好处。我想成为宗门最强的一群人之一，我要成为首席10大弟子。那我就祝师弟早日达成。师兄，你觉得我超过你需要多久时间？应该就这几年吧，在我不开挂的情况下。师兄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修炼了。他可能是觉得我19岁筑基初期，所以想过来见识一下，暂时没有什么危险，过几年他应该就不会在意我了。买种子，师兄是想买什么样的？不好种植的那种灵药。价位呢？100-10左右。100啊，那可以买不错的种子，有一款刚刚好适合师兄。雪莲花种子，疗伤与提升修为的上品灵药，生长环境最好在雪地，售价99-10，这个可符合师兄的要求。能让我看一下吗？当然。雪莲花种子成熟之后乃上品疗伤灵药，身有裂痕难以种植。师兄真是好眼力，这也是我后面想说的。这种子有一道先天裂缝，所以我们半折出售，售价50-10。好家伙，这补丁打得够快的，要是自己没发现，估计就没后面这话了。这颗我要了。再给我来一颗50左右的吧。这是一颗蓝莲花种子，唯一优点就是照料不好就容易枯萎，其他作用目前还没发现。师兄要吗？可以。20岁了呀，恭喜活过20岁。师兄，师兄看到我有什么不一样了吗？气息变强了，这提升也太快了吧！鉴定一下，大能传承。再过几个月我就要晋升筑基中期，到时候要超过师兄了。恭喜师弟！到时候我能挑战一下师兄吗？门内我只跟师兄年龄相仿。好。对了，我好像听师傅说，这次宗门任务安排出来了，有师兄。清理魔窟。2个天欢阁，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修为。还有1个半月时间任务开始，看来只能先晋升后期，然后巩固修为，再攒1个月灵石去买件攻击力强的法宝，剩下半个月用来熟练。师弟又见面了。明一师姐，师弟真客气。我刚刚看到你的名字了，是要去魔窟吗？下个月底去魔窟执行任务。这个给你，我刚刚好得到的，就当感谢师弟前段时间的帮助。对了，下次有困难我会继续找师弟，希望师弟别拒绝哦。这卧底真是好人啊！前2个人肯定会对付自己，但是后2个怎么感觉是专门用来克制前2个的？难道是师傅在帮我？哟，这不是段晴崖师弟江浩吗？师兄是下个月去魔窟，我们同行。希望师弟准备齐全一点，你这身子骨进去一不小心就死了，到时候可别怪师兄不救你。原来是一同出任务的天欢阁楼峰，看来阁主不动手，下面的人也会找机会动手。见过师兄师姐，抱歉来晚了。不晚，刚刚好。那我们出发吧。师妹是跟我一起行动，还是自己行动？多谢师兄好意，我想自己历练一番。那好，1个月后见。大概能争取来不少时间。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杀魔人获取足够的修为与气血，然后晋升筑基圆满，否则无法对抗天欢阁清血。该找个地方晋升了。这孙贼真能藏，找了这么久还是没发现踪迹。树林有什么地方可以藏身？树居然在突破，好机会！附身法宝，筑基圆满，怎么可能？2个一起来，情况不太妙，要速战速决。联手，他刚刚晋升，坚持不了多久。师兄觉得江师弟能回来吗？应该不能，面对一位筑基后期跟筑基圆满围攻，
哪怕江师弟有些手段，也不能存活。那江师弟要是回来了，会如何？那就大事不妙了。大事不妙。天欢阁两人回来不算稀奇，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但若只有江浩一人回来，你说是发生了什么事？天欢阁失手了？何止失手那么简单？他们三个一旦遇上，一起回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这种情况下，只有江师弟回来，那不用想也知道天欢阁的两个人被反杀了。这不可能，筑基初期怎么反杀一个筑基后期跟一个筑基圆满？是啊，要是发生了，不就是大事不妙吗？这等于我们知道江师弟有杀圆满的能力，你说他会不会为了这个秘密，把我们也一起留在这里？师兄，你看。别紧张，我们别站太近，只要能跑一个，他就不会冒险动手。江师弟这次可有收获，魔人大致是清完了。天欢阁的师兄师姐还没回来吗？他们应该被什么事耽搁了，约定的时间差不多了，那我们也不用等待，先出去吧。他们又不是小孩，任务完成会自己回去的。也好，那我们走吧。